我花了10年积蓄供着我的契约兔妖，他却抓伤我，骂我是猎人。我转头就用退货的钱买下了没人要的风蛇，结果他跪在我面前喊我主人说要用一辈子报答我。再一次被兔妖白锦瓷抓伤后，我独自去了医馆。医修一边为我涂抹化瘀的灵膏，一边叹气摇头，伤口入肉3分，还带着丝丝寒毒，肯定要留疤了。你的契约大妖到底有没有接受过御灵咒驯化？我苦笑，有的，他是御灵司的优秀毕业生呢。怀里的传音玉简忽然震动起来，白锦瓷难得发了许多讯息，不过是一点抓伤，有必要去寻医修。我腹中饥渴，快回来为我炼制灵露。跟着你这等劣等灵根，连聚灵丹都吃不饱，你真的把我养得很废。原来他是这么想的。我转头去了御灵司，我想解除暂契，更换一个契约妖族。御灵司的执事很有礼貌，一身笔挺的青色道袍，眉眼间带着恰到好处的疏离与恭敬。他翻开手中厚重的名册，指尖在泛黄的纸页上轻轻划过，照例询问：您与契约妖族已登记满1年，按律很快就可以缔结命契，同生共死，为什么现在选择更换呢？原来已经1年了。这1年里，我把最好的灵石留给他，把最柔软的云锦留给他，自己却省吃俭用，连一瓶最下品的凝气丹都舍不得用。我曾经无比期待缔结命契，兴高采烈的和白锦瓷商量刻印在石海里的契约阵法款式，说想选那种月白色的流纹，正好应和他月华玉兔的血脉。白锦瓷只会嘲讽地勾起嘴角说，我这种黄阶劣等灵根配不上他的血脉。说哭也没用，他绝对不会和我结成命契。说是海里的灵力波动起来，真的很恶心，像蛆虫在烂泥里翻滚。那些话现在想来仍然字字诛心。我确实是资质最平庸的黄阶修行者，经脉细窄，丹田浅薄，修炼10年也不过是炼气3层，只能在百草园做一些剥取药壳、晾晒灵草的基础活计。尽管很努力，每个月的利钱掰成2瓣花，也供养不起白锦瓷想要的极品灵石和高阶丹药。事实上，我能买到白锦瓷这种带有仙宠血脉的兔妖，也是一个意外。那天御灵司失火，很多妖族趁乱逃走，只有他被关在最深处的铁笼里，浑身是伤，奄奄一息。掌柜说他妖丹有裂，是残次品，打折出售。我花光了积蓄把它买了回来。我以为我们会相依为命，可我错了。我咽下喉间的哽咽，他厌恶我，甚至可以说恨我。执事露出惊讶的表情，手中名册差点滑落。受过驯化的大妖，理应一心一意供护主，正常来说绝不会发生失主或厌弃的情况。是啊，万中无一的意外就被我遇到了。我尽力笑了笑，笑容却比哭还难看。执事露出歉疚的表情，微微欠身，引着我穿过长长的回廊，来到一间僻静的选室。当初买下白锦瓷，花了50万下品灵石，我可以在同等身价的妖族里挑选更换。目光掠过那些比白锦瓷血脉稍逊，但仍旧俊美的人形大妖，他们或坐或卧，姿态各异，安安静静，像是等待被挑选的器物。简介里写着狐妖善魅惑，可助主人迷惑敌手爆金，力气惊人，可做护院。还有别的吗？我想要一只犬类的护道大妖，最好是金毛灵犬。听说那类妖族天生亲近人类，忠诚不二，那即便是面对我这种劣等灵根，应该也会给予几分真心吧。执事微微摇手，说暂时没有，下一批过2个月才能出阁。我点头，心里涌上失落。执事送我出门时，怀里的名册忽然抖动，从里面掉出一张没年老的画像，飘飘悠悠落在我脚边。我弯腰拾起，目光触及画像，呼吸微滞。画像上的男人有一双冰冷的灰色树瞳，眼尾狭长，鼻梁高挺，薄唇紧抿，周身萦绕着一股肃杀的黑气，美得锋利且危险，却不似白锦瓷那种挑衅的攻击性，而是隐忍的蛰伏的，随时可以咬断敌人咽喉的危险。是蛇妖。执事叹了口气，说其实他是这里最听话的妖族了。上头想尝试开辟幽冥血脉的新赛道，可大家都害怕蛇妖，野性难驯，会反噬主人，阁主怕亏本，今天就要把他送往斗法场当消耗品了。他从幼苗期就接受高强度的御灵咒，性格温顺，从不反抗。可惜无人问津，去斗法场只有死路一条，没人要。我心里一颤，我也没人要。我是家中庶女，灵根低劣，被家族扔在外城自生自灭，费尽千辛万苦买来的契约妖族，到头来也厌恶我，恨不得与我斩断关系。执事叹息更大了，说听说去了斗法场会被那些高阶修士的法宝轰得形神俱灭，连妖丹都保不住，蛇族鳞片可制甲，毒液可炼丹，镇骨可做法器，它会被拆得干干净净，那一定很痛。蛇妖应该也算某种意义上的冷血忠犬吧。我攥紧了画像，指甲在指缘留下深深的印记，停下脚步转身。他真的听话吗？执事眼前一亮，连连点头说千真万确，做过多次测试，他从不违逆主人命令，只是蛇妖阴寒，与他契约会损耗阳气。那我就要这个了。执事愣了愣，旋即大喜过望，说3日后会将蛇妖送往我的洞府。我将解除契约的文书小心收到储物袋里，道了声谢，转身离开。御灵司回外城居所的路上，夕阳西斜，晚霞漫天，远远的我就看见了白锦瓷和顾瑶琴。白发兔妖沐浴在灵霞下，一头银发似雪，周身流转着淡淡的月华气息。他穿着一件雪白的锦袍，领口绣着繁复的银纹，腰间系着一枚极品灵玉，清冷出尘。顾瑶琴挽着他的手臂，娇笑着，不知说了什么。她是上城修仙世家的大小姐，天阶灵根，穿着一件流光溢彩的霓裳雨衣，优雅又高贵，和我完全不一样。她结识白锦瓷后，总是来送些高阶灵露和洗髓丹，说是照顾同道友人，两人也异常亲密。我脚步慢下来，心里沉甸甸的。苏婉宁又去百草园打短工了，你身上这股草药味，隔着3条街都能闻见。不是我说，就算要和白锦瓷结命契了，你也该买几件带灵气的法衣穿穿，看看你这身粗布麻衣走在大街上，谁敢相信你们是主从？倒像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带着个采药的小厮。我低头看看身上简单的灰色道袍，又看看她穿的流光溢彩，强扯出一个笑容。我觉得这样很好，干活利索。白锦瓷没看我，嗓音冷如碎冰，说我便是换了法衣，也掩不住那一身穷酸的劣等灵根气息。
还不如假装自己不修边幅，省得丢人现眼。跟他走在一起，我都觉得耻辱。顾瑶琴轻拍了一下他的手臂，嗔怪道：“白先生怎么能这么说自家主人？好歹也是买下您的恩主呢。”白景慈勾起嘴角，明明是极完美的笑，却充满讥讽，说：“我不过是用那点微末的灵石买断了他翻身的可能。困在我身边，他这辈子都别想筑基。劣等灵根是无法理解高阶修士的眼界的，被我买走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修为止步不前，连那赤兔都敢踩在他头上。”我早说过，劫命器做梦。我站在原地，手脚冰凉。是了，从一开始他就是被迫的，被迫被我买下，被迫与我为伴，被迫困在这外城的贫寒里。我又凭什么奢望他能对我有半分真心？其实白景慈以前不这样的，刚被我买回来那段时间，他伤势未愈，我日夜照料，用自己的灵力一点点喂给他。他总是沉默地看我，灰白的眸中偶尔晃动微光。即使我没办法供给他高阶聚灵丹，即使我亲手缝制的道袍会磨损他娇贵的皮肤，他也从未抱怨过。他始终拉着我的手说，遇见我很幸运。婉宁，等我的伤好了，我们一起修炼，一起筑基。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，转折点是我们在集市上碰见了白景慈以前的竞品，那只血脉纯正的赤兔。那天市集热闹，我的储物袋忽然破裂，灵石散落一地，我慌忙去捡，白景慈也弯下腰帮我。赤兔从奢华的玄铁飞梭上下来，锦衣华服，众星捧月。他看见白景慈，眼中掠过血意，脚步一抬，正好踩在白景慈的手背上。这不是当年天赋最高的白景慈吗？怎么找了个这么寒酸的黄阶废物？妖丹有裂纹的缺陷匹配劣等灵根，绝配。白景慈僵在原地，面色凝重。那天回去后，白景慈将自己关在练功房一夜，我在门口守了一夜，隔着门板一点点和他说，没关系的，人分369等是不对的，即便妖丹受损，我也不会嫌弃他。我们在这外城生活得很好呀，有遮风避雨的瓦片，有填饱肚子的灵米。白景慈拉开门，双目圆睁，气息暴戾，一把挥开我的手。你没在9天之上的仙宫待过，当然觉得在泥潭里做垃圾也不错。我本该站在云端，受万众仰望，是他踩碎了我的尊严，而你用那些廉价的温柔捆住了我，让我连还手的资格都没有。如果当初买我的是世家子弟，我早就……他没有说完，可我知道他想说什么。后来他认识了顾瑶琴，顾瑶琴出身高门，随手赐下的灵鹿都比我攒1年的灵石要贵重。他带着他出入上城的宴席，将他引荐给各路高阶修士，让他见识了云端的风景，他们日渐亲近。有时在月下论道，顾瑶琴取出极品灵果与他分享，而我在远处看着，连上前的资格都没有。白景慈看我的眼神也一天比一天冷淡，一天比一天厌恶，直到现在。我将画像重新摊开，看着上面那双冰冷的灰色树瞳，轻轻抚过画像的边缘。没关系，没人要的话，我们就互相作伴吧。反正我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。顾瑶琴就自然地靠在白景慈肩头，那一头乌黑的秀发顺着她雪白的锦袍滑落，黑白交错间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和谐与暧昧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只觉得刺眼，这已经不知是第几次了。手中的灵茶还冒着袅袅热气，我却再也喝不下去。白景慈从未躲开，甚至还微微侧了侧身子，让顾瑶琴靠得更舒服些。我攥紧了袖口，指甲陷进掌心，顿顿地疼。我终于鼓起勇气，小心翼翼提过一次：“你是我的契约妖族，能不能和顾瑶琴保持距离？”话一出口，我便后悔了。白景慈居高临下的觑了我一眼，那双灰白的眸子里，眼神又凉又恨，没有半分温度。苏婉宁，当初要不是我妖丹有裂纹，你这种废物怎么可能买得到我？你不过是趁人之危捡了个漏，凭什么摆出主人的姿态来约束我？趁人之危，可是当初在玉灵寺的禁灵囚车里，是白景慈抓着我的衣角，求我救他一命的。那些画面至今仍清晰地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在这个时代，男性妖族因其强悍的体魄与出众的战斗力，常被人类契约为护道者，而血脉越是珍贵，身价便越惊人。作为血脉极佳的玉兔，白景慈在没被检测出妖丹裂纹，无法产出高阶血脉后裔前，在天宝房市曾拍出过天价，无数世家争相竞买。可一个无法繁衍、修为受限的妖族，在有传承需求的人类世家眼中，就是个没用的残次品。一夜之间，他从云端跌入泥沼，玉灵司人定要将他送往底层的妖奴窟做苦力回本，去那些暗无天日的矿脉里被当作最低贱的消耗品。那一天，我正好攒够了灵石，想去买一只属于自己的契约大妖。囚车穿过玉灵司狭长的甬道，轮轴碾过青石板路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金灵锁链束缚着他的手脚，粗粝的铁链深深勒进皮肉，磨出一道道狰狞的伤痕。他雪白的长发凌乱地散落在肩头，曾经金贵的锦袍破败不堪。他蜷缩在囚车的角落，浑身颤抖。囚车外，无数修士指指点点，说他是妖丹裂纹的残次品，留着也没什么用，不如送进妖奴窟去。他低着头，浑身僵硬，像是已经接受了即将到来的命运。直到他看见我，那一刻，他原本死寂的眸中骤然燃起一簇微弱的光。他不顾一切地冲破金灵锁链的桎梏，铁链深深嵌进腕骨，鲜血顺着苍白的指尖滴落。他跪倒在我面前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吧！我会成为你的护道者，成为你的家人。我不想被送去妖奴窟，求求你！他的声音颤抖，带着极度的恐惧与绝望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破碎的白景慈，我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。我自幼便是孤身一人的散修，在积善堂长大，没有家人，没有依靠。白景慈的话触动了我最柔软的那根弦。虽然我很渴望有一个能并肩作战的道侣，但有一个妖族家人似乎也很好。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点了头。我花光了在百草园积攒的所有下品灵石，还向天宝阁借了一笔灵石袋，才在竞拍中保下了白景慈。那些灵石我攒了整整10年，每一块都是我在百草园里弯腰劳作日晒雨淋换来的。买下它后，我甚至没钱再给自己买一瓶灵气丹。可我不后悔，我以为我们会成为彼此的依靠，我以为他会记得这份救命之恩。
怕触及白景慈作为玉兔血脉的自尊，我从未在他面前提过这段往事。我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的尊严，从不让他知道我为了买下他究竟付出了多少。没想到再次从他口中听到，竟成了我趁人之危。那些被他刻意遗忘的求救，在他眼中不过是我不配拥有他的罪证。我攥紧了拳头，努力压下喉间的酸涩，与白景慈据理力争。我是你的主人，顾瑶琴不过是外人，你与他过分亲近，置我于何地？外人，她是天阶灵根的世家小姐，眼界与见识皆远胜于你。我与她论道是琴瑟和鸣，是惺惺相惜，而你连最基本的聚灵阵都布不好。我与你论什么？论如何剥取药壳吗？我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争执中，我不小心碰到了他的衣袖，他像是被什么污秽之物触碰到一般，下意识挥出一道妖力将我推开。那道妖力带着凌厉的寒气，直直撞向我的胸口。我重重撞在炼丹炉的尖角上，炉源划破了我的手臂，伤口深可见骨，皮肉翻卷，鲜血瞬间染红了半边衣袖。更可怕的是，伤口中渗入了白景慈自带的寒毒，那是一种来自月华玉兔血脉深处的极寒之力，会顺着经脉一点点侵蚀身体。冰冷的痛楚从伤口处蔓延开来，我疼得冷汗直冒。白景慈正愣了一瞬，目光在我手臂上停了一瞬，眼中掠过一抹复杂的神色，但也只是一瞬，他依旧站在原地没动，甚至还后退了半步。如果不是你非要对我动手动脚，怎么会受伤？都是你自作自受。他的声音冷硬，没有半分愧疚。我今天要陪顾瑶琴去天宝方室挑选法宝，你自己有手有脚，别什么事情都赖在我头上。说完，他便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只留下满地的黑色血迹和痛得蜷缩在地的我。我是自己挣扎着去的医馆，衣袖一边清理伤口，一边皱眉摇头，说这么深的伤口又中了寒毒，定会留下疤痕，以后每逢阴雨天，灵力运转到此处都会隐隐作痛。伤口上还带着月华玉兔的极寒之气，若不及时化解，寒毒会顺着经脉侵入骨髓，连行动都会受影响。他给我开了一剂驱寒的方子，但要彻底根除，需要高阶丹药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。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高阶丹药我买不起。你与你的契约大妖气息如此不合，要不算了吧？以你的资质，与其强撑着维系契约，不如换一个性情温和的。我恍然大悟，对啊，还可以算了。我和白景慈本就不必一辈子死死绑在一起的，那些我以为的恩情，那些我以为的羁绊，不过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。既然他如此厌恶我，既然我于他而言只是枷锁，那不如就此放手。思绪回笼，我站在白景慈的房门外，看着他正对着铜镜整理衣冠。他今日要和顾瑶琴出门，特意换了一身月白色的锦袍，腰间系着顾瑶琴送他的极品灵玉，发间还簪了一只玉簪。我出声打断他正要关上房门的动作。白景慈，你真的觉得与我缔结契约是一种折磨吗？白景慈身形一顿，回头看我，依旧是那副嘲讽的表情，眼中甚至带着几分不耐烦。不然呢？像你这种黄阶劣等灵根，好不容易捡漏到我这种血脉，怎么可能舍得放手？我这辈子怕是都要被你这块狗皮膏药粘着，永无出头之日了。仿佛我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人，用一道契约将他囚禁在了无尽的黑暗里。我长舒一口气，那口气像是吐出了这些年积压在心底的所有委屈与不甘。看来我的决定是正确的。白景慈等不到我的反驳，反倒有些意外。他那根雪白的兔尾巴从袍摆下露出来，不耐烦地拍打着地面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有话快说，我还要出门。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指尖，那里还残留着上午处理灵草时留下的药渣。我轻轻抠着那些残渣，声音平静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，过几天你就知道了。白景慈脸上闪过一瞬不明的情绪，瞳孔微微收缩，耳尖动了动，似乎是期待，又似乎是疑惑。但很快他恢复了那副刻薄的语气，嘴角撇了撇。不会又是那种狗都不喝的低纯度灵露吧？我早就说过了，你炼的灵露杂质太多，灵气又稀薄，喝了只会污了我的妖丹，还得浪费我力气倒进枯井里。不是你最想要的东西，自由以及解除契约的文书。我会将契约解除，还他自由，他可以去找他的顾瑶琴，去追逐他向往的云端，再也不用被我这个劣等灵根拖累。白景慈愣了一下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咽了回去。最终他只是冷哼一声，丢下一句最好是这样，重重地关上了房门。门板震颤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我站在门外，看着紧闭的房门，心里出奇的平静。翌日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顾瑶琴一大早就驾着纸鹤来了。那是一只通体雪白的灵鹤，翅膀上流转着淡淡的光华，一看便是价值不菲的飞行法器。她从灵鹤上轻盈跃下，裙摆飞扬间，像是踏云而来的仙子。她今日打扮得格外用心，发间簪着珠翠，腰间系着流苏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世家小姐的金贵与优雅。她笑盈盈地站在院中，声音娇柔：“我和白先生约好去访视，他如幻术一道的眼光与我相仿，我们一起交流心得，更有共同语言。”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带着几分探究与试探。苏婉宁，你应该不会生气吧？他眼里闪烁着试探的光，像是一只狡黠的狐狸在观察猎物的反应。他知道我会在意，他就是故意的。往常每当他来找我家的契约妖族，我都会心生不悦。我会因为白景慈宁愿陪外人论道，也不愿陪我除草而生闷气，甚至会出言阻拦。我会在心里酸涩，会忍不住问白景慈为什么他对顾瑶琴比对我还好。他会不耐烦地说我小心眼，说我不懂事，说我不配与他论道。可今天我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。我没意见。我平静地说，声音里没有半分波澜。白景慈已经走出了房门，他显然没想到我会这样说。他嫌恶的表情还没完全摆出来，被我这一句憋得有些古怪。苏婉宁，你不生气？我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道袍，系好衣带。不生气，你想去哪里便去哪里。我的声音很轻，像是尘间的薄雾，转瞬即散。
白景慈的表情更古怪了，他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顾瑶琴倒是很快反应过来，挽上他的手臂，娇滴滴的笑着说：“不找事不是更好？别废话了。今日仿是季末大促销，天宝阁会出几件不错的幻术法宝。”白景慈被他拉着往外走，走了几步，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里带着几分复杂的情绪，但我没有回应，只是低头整理着自己的衣袖，看着他们亲密的消失在云端，我心里没有了从前的酸涩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，就像是压在胸口多年的大石，终于被搬开了一角。我穿好布鞋，快步走进了外城的集市。今天是季末大促销，许多滋养妖丹的灵矿灵草都在打折，我得赶紧去给即将到来的蛇妖买点必需品。集市里的人一年四季都很多，基本都是些劣等灵根的散修，带着他们同样平凡的契约妖族在购物。有白发苍苍的老修士牵着一只年迈的山羊妖在药摊前仔细挑选，有年轻的散修与他的狐妖伴侣并肩而行，两人有说有笑。还有一家三口，孩子骑在父亲的肩头，旁边的狼妖乖巧地跟在身后。他们衣着朴素，买的也都是些低阶丹药、便宜灵草。大家的契约妖族也都不算什么名贵血脉，有的甚至带着明显的缺陷，少了一只耳朵的猫妖，跛了一条腿的鹿精，鳞片斑驳的蛇族。但他们脸上都是相依为命的满足笑容，互相搀扶，互相照应，眼中有着对彼此的信任与依赖。我不自觉地被这种氛围感染，脚步都轻快了几分。等我有了新的契约妖族，我们应该也会相处得这么开心吧。他会陪我去百草园除草，会在集市上牵着我的手，会在下雨天为我撑伞。他不会嫌弃我资质低劣，不会嫌弃我出身寒微，不会在众人面前羞辱我，再也不用听到白景慈说垃圾散修就该用便宜货，也不会再在众目睽睽之下嘲讽这个仿世低级，最后拂袖而去，留下我一个人在原地难堪。我走进一家专卖妖族用品的店铺，开始挑选需要的东西。软和的云锦垫子，滋养妖身的灵矿碎片，适合蛇族栖息的温养石，驱寒的暖玉，每一样我都仔细挑选，认真比较。店主是个和蔼的老妇人，见我买的仔细，笑着说：“看我挑的这么用心，一定是个好主人。”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弯起眼睛笑了。我希望他能喜欢。走出店铺时，天已经渐渐暗了下来，晚霞将天边染成绯红。我抱着满手的物品，脚步轻快地往回走。想到过几日就能见到我的新契约妖族，心里就有了期待。那些曾经的委屈与不甘，像是被晚风吹散的云烟，渐渐淡去了。其实我渴求的，一直就只是一个平凡温暖的护道伴侣，不需要血脉多么高贵，不需要修为多么惊人，只要他能陪在我身边，愿意与我相依为命，那就够了。要不是当年遇到白景慈求救，这种平凡却踏实的生活，我早就过上了，也不至于蹉跎10年，落得一身伤病，连个像样的修为都没攒下。天色擦黑，最后一抹夕阳沉入远山，我才拖着有些酸软的双腿回到了洞府。原本冷清的厅堂里竟然亮着灯，这让我微微一怔。破天荒的白景慈居然已经回来了。往常这时候他正该陪着顾瑶琴在方氏的高楼雅阁里品茗论道，不待到月上，中天是绝不会回来的。此刻他却暴毙坐在厅堂那张唯一的石凳上，那张原本清俊的脸上笼罩着一层寒霜，绯红的眸子里满是压抑的怒火，仿佛我耽误了他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见我推门进来，他并没有起身迎接，反而不耐地用指尖敲击着石桌。你还知道回来？整整一个下午，你去哪里野了？连灵露都不炼制给我喝。他环顾了一圈简陋的洞府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加掩饰的厌恶。跟着你过这种苦日子也就罢了，如今连最基本的灵力补给都跟不上，你知不知道我现在的修为都在倒退？若是耽误了化形的稳固期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你真的把我养得很废，让我在其他妖族面前都抬不起头来。若是换做以前，听到他这样指责，我恐怕早就慌了神，一边忙着赔罪，一边不顾疲惫地冲向丹房开炉炼药。我会小心翼翼地解释，会卑微地恳求他的原谅，甚至会因为自己的失职而愧疚地整夜睡不着觉。可现在我站在门口，手里握着一杯刚买的冰镇酸梅汤，杯壁上的水珠顺着指缝滑落，带来一阵真实的凉意。我看着他，心里竟然毫无波澜。我吸了一口酸甜冰凉的汤水，那凉意顺着喉咙滑入胃里，压下了心头最后一点残留的余温。我走到角落，将背篓里沉甸甸的购物袋轻轻放下，动作不急不缓。我以为你会在顾瑶琴那儿吃完高阶丹药再回来，毕竟他出身世家，手里想必不缺那些所谓的极品资源。白景慈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回话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眉头皱得更紧，脸上浮现出被戳穿的恼怒，却还要强撑着那副高傲的架子。顾瑶琴那是待客之道，我作为客人自然要客随主便，而你呢，你是我唯一的契约主，却连最基本的供养都做不到。而且你不是不想喝我炼制的灵露吗？上次你生辰，我耗费心血守了一下午丹炉，特意为你调制的凝华露，你转头就全倒进花盆里了。我平静地迎上他的目光，那是事实，不需要辩驳。那时候我以为他是嫌弃我的寿宴，寒酸这杯灵露不过是施舍，现在想来，或许那也是我最后一点真心的浇灌。可惜那盆灵脂也没能活下来。我心无旁骛地解开袋子，开始整理那些给新契约蛇妖买的东西。一样样物件被拿出来，整齐地摆放在桌上。磨牙用的黑铁灵矿在灯光下泛着沉稳的金属光泽，一把打磨精细的李灵法宝，手柄处缠着防滑的丝线，还有几瓶专门滋养妖丹的深海蛇油，散发着淡淡的海腥味和药香。我专注于手中的动作，仿佛这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仪式。白景慈原本在生闷气，但很快他那敏锐的灵觉就察觉到了桌上这些东西的不对劲。这些东西明显不是给玉兔用的。他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背后，那股熟悉的清冷香气逼近，带着一股压迫感。这些是什么？他的声音有些僵硬，我头也没回，继续擦拭着那把李灵法宝。一些杂物。白景慈却已经看清了那瓶蛇油上的标签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，那双绯红的眸子猛地收缩，死死盯着我手中的东西。苏婉宁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你买这种低等蛇族用的东西，是想羞辱我吗？
我不需要这种低等妖族用的东西。我的毛发若用这种粗糙的法宝梳理，定会受损干枯。这蛇油品阶也太低了，里面甚至还有杂质。你想毁了我的根基吗？他深吸了一口气，似乎想用一种宽宏大量的姿态来掩饰自己的失态，勉强压下了怒火，嘴角扯出一抹冷笑。算了，既然你买都买了，我也懒得再跟你计较。你的眼光向来低劣，我便勉强试用一二。说着，他那只修长白皙的手伸了过来，想要拿走那把李林法宝。我眼疾手快，一把将那把法宝收了回来，顺带将桌上的东西都一股脑地扫进了储物袋中。这不是给你买的。我站直了身体，转过身，目光清冷地看着他。白景慈抓空的手僵在半空中，那动作滑稽的像个还没回过神的小丑。什么意思？你再说一遍。我看着那张曾经让我魂牵梦萦，此刻却只觉得面目可憎的脸，他的高傲，他的自负，他的理所当然，在这一刻显得如此可笑。我自知资质平庸，修为低微，确实配不上你这种拥有高贵玉兔血脉的大妖。我已经向玉灵司递交了灵气解除文书，过2天你就再也不用见到我这个劣等灵根了。你可以去你的顾瑶琴那里，去过你想要的高等修行生活，再也不用被我这种废物拖累了。白景慈猛地瞪大了眼睛，瞳孔剧烈的收缩，空气在这一瞬间仿佛凝固了。洞府里的沙漏缓缓滴落，沙沙作响，在寂静的空间里显得格外刺耳。我和白景慈无声对视，他的眼神从最初的震惊，慢慢转变为一种被愚弄的愤怒，最后定格成一种高高在上的冷笑。良久，白景慈紧蹙的眉宇反而舒展开来，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。顾瑶琴说的果然没错，你就是看到我们亲密，所以故技重施，想以退为进，让我后悔罢了。什么？我不由得皱眉，心中涌起一股荒谬感。现在居然还编出解除契约这种瞎话。苏婉宁为了博取关注，你真是连这种谎都撒得出来。他说你心机重，果然没看错。你以为吓唬我几句，我就会像那些没骨气的便宜妖族一样巴结你、舔你了？你以为我会因为害怕失去你这个供养者而跪下来求你？白景慈还是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，仿佛他才是掌握一切的主人。他坐回石榻上，修长的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膝盖，那根雪白的秃尾巴尖儿烦躁地拍打着地面，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。行了，别演了，这种把戏玩1次2次就够了。解除契约，你也就这点出息，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？除了我，谁能忍受你这种黄阶废物？你若是真解除了契约，就只能孤独终老。他抬了抬下巴，一副施舍的模样。你若是现在给我认个错，把那些垃圾处理掉，再去给我弄几瓶高阶灵露来，我或许还能考虑原谅你这次的无理取闹。毕竟我也还没找到更好的去处，暂时懒得跟你计较。我没接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表演，自顾自地把给新契约兽买的磨牙灵矿收好，动作利落干脆。就在这时，我识海中忽然划过几行奇怪的金光大字，光芒微弱，却清晰可见。救命！这兔子也太下头了，他到底哪来的自信啊？快看，女主终于觉醒了！前面的别高兴太早，黑蛇大佬马上就要出场了。我愣住了，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。这些字飘在我的识海上空，像是什么人的实时评论。他们不属于我，也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天书残卷，还是我修炼出了岔子，产生幻觉了。白景慈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被他说中了痛处，语气更加刻薄。怎么被拆穿了没话说了？苏婉宁，收起你那点小心思。你要是真想解除契约，就把解约书拿给我看啊！光是嘴上说说，谁信？我抬头看着他，第一次觉得这张曾经让我心动的脸，竟然这么令我反胃。白景慈，既然你这么想看，那你就睁大眼睛看清楚。我从储物袋中缓缓取出了那张盖着玉灵司鲜红大印的文书，他的目光落在那个鲜红的印章上，脸色瞬间僵住了。那上面流转的灵力波动，是玉灵司特有的防伪印记，做不了假。灵气解除文书我已经签了，玉灵司的人明天就来接你，礼物我已经送到了。希望你以后在顾瑶琴的仙门府邸里，能过上你想要的高等修行生活，不用再屈尊降贵，忍受我这个劣等灵根的供奉了。白景慈的脸色瞬间变白，像是被人抽走了脊梁骨。他猛地站起身，几步跨到我面前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力道大得惊人。他的手在颤抖，指尖冰凉。你认真的？你真的要解除契约？你疯了吗？比任何时候都认真，放手吧，白景慈，这对我们都好。他死死地盯着我，似乎想从我脸上找出一丝开玩笑，一丝动摇的痕迹。可我眼里只有一片死寂，像是一潭不会再起波澜的死水。那种决绝让他感到陌生，也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。他忽然冷笑起来，笑得肩膀都在颤抖。好，很好，苏婉宁，你可千万别后悔。到时候就算你跪在地上求我回来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你以为顾瑶琴会像你这样无能吗？她一定会把你踩在脚下。他重重摔上洞府的石门，砰的一声巨响，震落了墙角的几粒灰尘。我看着那扇还在晃动的房门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那口气吐出来，仿佛把积压在心头多年的石头也一并吐了出去。石海中的弹幕还在闪烁，分手快乐，恭喜苏婉宁脱离苦海。这兔子居然还觉得顾瑶琴会对她好，那女人就是个收集癖，专门收集好看的残次品做标本。期待黑蛇那种又冷又忠诚的蛇才是极品。金色字幕还在眼前闪烁，我却已经不再觉得惊慌。或许这是上天给我的启示，告诉我做出的选择是对的。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玉灵司那辆标志性的精灵囚车就停在了洞府外。那是一辆通体漆黑的马车，由2只地阶灵兽拉动，车厢上刻满了压制妖力的符文，专门用来押送被转卖的契约妖族。白景慈穿戴整齐，甚至还特意用法宝打理了那一头白发，让他看起来依旧光鲜亮丽。他换上了一身月白色的锦袍，腰间系着顾瑶琴送他的那块极品灵玉。
看起来像个要去参加仙门盛宴的贵公子，而不是一个被主人遗弃的退货。他拎着那个并不沉的小包，站在门口，眼神阴走的扫了我最后一眼。苏婉宁，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只要你求我，我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把他的解约确认书递给玉林司的工作人员，头也没抬，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一眼。慢走不送，祝你前程似锦。工作人员核对了神魂印记，确认无误后，礼貌地对白景慈说，顾瑶琴小姐已经在那边办理好了，接收手续，正在等候。白景慈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，他显然没想到顾瑶琴居然这么快就办理了接收手续。在他看来，他这么优秀的大妖，顾瑶琴对他应该是一心一意的，是救他于水火的仙门女神。他以为自己是奔向自由，其实只是从一个家换到了另一个笼子，而且那个笼子比我这个破旧的洞府更加冰冷无情。但在我看来，那是他自找的深渊。白景慈走后，洞府里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，那些属于他的痕迹被迅速抽离，空气中那股淡淡的冷香也开始消散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，心中没有丝毫的不舍。我把客厅里那些他平日里用来挑剔的摆件一一收起，又将桌椅擦拭干净。阳光透过窗棂洒进来，照在干净的石板上，泛起一层温暖的光晕。这里终于安静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身走向储物间，那里还有我给新契约兽准备的礼物。我的新生活大概就要开始了。我把洞府里所有关于玉兔的灵草和理毛工具统统搬到了后山，那些曾经精心挑选的灵草，还有那套花费我半年积蓄买的理毛套装，一件件从我手中滑落，坠入深不见底的枯井，发出沉闷的回响。那套理毛刷，我曾经视若珍宝，每次使用前都要用灵泉水浸泡3个时辰。白景慈却嫌它材质粗糙，说会伤了他尊贵的毛发，每次用完都要甩给我一个嫌弃的眼神。最后一根玉兔专用的灵萝卜干也被我扔了下去。那是去年冬天我冒着大雪去苍雾山采的，自己都舍不得吃，全留给了他。他却当着我的面随手扔给了地上的虫蚁，说这种低阶灵植他也就能勉强尝个味，别拿这种垃圾来污他的口。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转身往回走。枯井幽深，很快吞噬了所有的声音，就像我那段错误的感情终于彻底埋葬。下午的时候，天色忽然暗沉下来，乌云压得很低，空气闷热。一辆黑色的特制机灵车缓缓开进了聚居区，车轮碾过碎石路面，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。那车通体漆黑，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，散发着禁锢妖力的幽冷光芒。玉灵司用来运送高危险妖族时才会出动这种规格的囚车，光是停在那就让人感到压抑。几个全副武装的玉灵卫跳下来，他们穿着制式的黑色软甲，腰间挂着刻着符文的锁链，神色凝重，手一直按在武器上。苏小姐，劳烦后退3丈。这妖物姓子野，虽然已被打上奴印，但毕竟是幽冥黑蟒血脉，杀性极重，不可不防。他们抬着一个刻满符文的巨大金属笼子走了下来，笼子由寒铁铸造，上面篆刻着密密麻麻的封印阵法，符文闪烁着幽暗的光芒，隐隐能听到里面传来的细微声响，像是蛇尾摩擦金属的沙沙声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我屏住呼吸，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几分。这就是我倾尽积蓄买下的新契约兽吗？笼门缓缓打开，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，一个蜷缩在阴影中的身影映入我的眼帘。那是一个男人，浑身散发着一种冷冽危险的妖气。他有一头利落的黑发，像是被刀锋削过一般整齐，衬得他的轮廓愈发锋利。最吸引人的是那双灰色的树瞳，冰冷而深邃，透着死一般的寂静，仿佛蛰伏着致命的危险。工作人员一边操作复杂的解封程序，一边小声提醒我说，他虽然在驯化记录里很温顺，但毕竟是幽冥黑蟒血脉，据说曾在战场上以一敌百，杀性极重，让我一定要小心。以一敌百，那个传说中以凶残著称的幽冥黑蟒，就是眼前这个沉默的男人。笼门完全打开，男人缓缓站起身，他的动作流畅而无声，像是一条蛇在丛林中滑行。他比白景慈要高大得多，肩膀很宽，紧身的黑色劲装下，肌肉线条流畅且充满了爆发力。他走出笼子，一步一步朝我走来，那一瞬间，属于大妖的压迫感扑面而来，沉沉地压在我的胸口，让我几乎喘不过气。我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后背撞上了冰冷的石墙。他的脚步忽然停住了，那双灰色的树瞳定定地看着我，瞳孔微微收缩，像是在确认什么。他的目光锐利，却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凶狠。然后，在我惊愕的目光中，他缓缓单膝跪地，动作标准而流畅，仿佛演练过无数次，却又带着几分生疏的恭敬。他低下头，露出了刻着奴印的脆弱后颈，那个血红色的印记在苍白的皮肤上显得格外刺眼。主人，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磨砂纸擦过，带着今言不语的声色，却有着一股说不出的磁性，低沉得让人心颤。我正在原地，大脑一片空白，这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以为他至少会像白景慈那样傲慢地打量我一番，用挑剔的眼神评判我这个劣等灵根是否配得上他，甚至可能给我一个下马威。可他就这样跪在我面前，卑微得像一粒尘埃，仿佛我是他唯一的信仰。石海中的弹幕疯狂滚动，这就是那个疯蛇，这明明是顶级忠犬啊，这也太帅了吧！兔子拿什么比？苏婉宁快摸它！蛇类大妖的鳞角处可是很敏感的。我鬼使神差地伸出手，指尖轻轻触碰了一下他那头黑发，柔软微凉，比我想象中要好摸得多。他的身体猛地一颤，像是被雷击中了一般，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闷哼。我吓了一跳，连忙想要收回手，可他却忽然抬起手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。他的动作很快，快到我根本来不及反应，但他的力道却控制得极好，指尖冰凉，却不会让我感到疼痛。他把我的手按在自己的头顶，把头埋进我的掌心，像是在渴求更多的触碰。他的呼吸很轻，却有些急促，微微发颤。别收回。那一刻，我分明看到他的手指在颤抖，眼尾甚至泛起了一点不自然的红。这个在外界传说中凶残无比的蛇妖，此刻却像一只渴望主人抚摸的大犬，小心翼翼地讨好着我。末的到来让这个简陋的洞府变得有些不一样了。他不像白景慈那样挑剔，也不需要昂贵的极品丹药。我给他做的最普通的灵怒饭菜，他都能吃得干干净净，甚至连盘底都要舔一舔。第一次给他做饭时，我只是简单炒了一盘灵菜，配了一碗白米饭。
我本以为他会像白景慈那样嫌弃我的手艺，毕竟他出身那么高，应该早就吃惯了山珍海味。可莫却端起碗，一筷子接一筷子的往嘴里送，动作急切的像是在吃什么，绝世美味。他的吃相并不斯文，甚至可以说是狼吞虎咽，但我却注意到他每一次吞咽都带着一种满足感，仿佛这顿饭对他来说是莫大的恩赐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他停下筷子，灰色的书童看着我，眼神中带着一丝茫然，好像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让他慢下来。不好吃吗？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紧张，握着筷子的手微微收紧。不是，我是说你可以慢慢吃，菜还有很多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碗，又看了看我，忽然问了一句话：以后每天都有吗？什么？热的饭每天都有吗？我愣了一下，心里忽然酸涩起来。玉灵司的人说，他从小就被当作死尸训练，被关在阴暗的牢笼里，吃的都是阴冷的血食或者最廉价的辟谷糊糊。他甚至不知道一日三餐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有的，只要你在这里，每天都会有。他看着我，灰色的书童亮晶晶的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里面闪烁。谢谢主人。叫我婉宁就好。他摇头，固执的坚持。不行，您是主人。我叹了口气，拿过李林的法宝，帮他理了理头发。他很乖，只要我靠近，他就会主动收敛起全身的力气，像一只温顺的大犬。他的头发微凉，摸起来很舒服。我甚至能感觉到他微微偏过头，主动迎合我的动作，发出细微的呼噜声。但我知道他并不真的温顺。有一次，隔壁那个总喜欢说3到4的散修大妈想过来打探消息。她是个出了名的碎嘴子，平日里最喜欢打听别人家的私事，然后再添油加醋的到处宣扬。那天我刚给茉莉完发，正在灶房收拾碗筷，忽然听到门口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。那大妈声音尖锐刺耳，带着一股子让人不舒服的热情，嚷着要看看我家新换的契约兽，还想往里闯。我刚想出去应付几句，就看到莫从阴影里窜了出来。他没有嘶吼，只是微微压低身体，那双树瞳骤然收缩，散发出的恐怖妖压瞬间笼罩了整个门口，空气中仿佛凝结了一层看不见的霜，温度骤降。大妈的笑容僵在脸上，双腿发软，她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，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人扼住了一般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莫就那样静静地站在门口，灰色的树瞳直直地看着他，不带任何感情，那眼神像是在看一只蝼蚁。滚，离这远点。他只说了一个字，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一股彻骨的寒意。大妈吓得连滚带爬地跑了，再也没敢来敲过门。我站在灶房门口，看着莫的背影，心里百感交集。这个男人对外人是多么的冷酷无情，可在我面前却温顺得像一只家猫。识海中弹幕飘过，这安全感绝了，除了主人，谁进谁死。你们发现没？莫看苏婉宁的眼神真的快拉丝了。我看着那些弹幕，心里暖洋洋的。原来被人在意的感觉是这样的。白景慈在的时候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输送灵力讨好他，生怕他哪里不舒服。我每天起早贪黑的炼制丹药，累得直不起腰，却还要被他嫌弃品质太差。而莫在的时候，他总是时刻关注着我的情绪，只要我皱一下眉，他就会紧张的不知所措。有一次，我修炼时不小心岔了气，脸色微微发白，莫几乎是瞬间就出现在我面前，灰色的树瞳里满是焦急。主人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他伸手想要触碰我，却又在半空中停住，像是怕他的凉意会让我更加难受。没事，就是修炼岔了气。他却依然不放心，蹲在我脚边仰头看着我，眼神中带着一丝近乎卑微的关切。主人，是我做的不好吗？我摇摇头，笑着摸了摸他的脸。没有，你做得很好。他的身后隐约现出粗壮的黑色蛇尾，在石砖上轻轻扫动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显得格外欢快。半个月后，我在天宝房室偶遇了顾瑶琴和白景慈。那天我是来买一些李林的法宝，莫坚持要跟着我，我拗不过他，只好带他一起出门。我刚在一家铺子里挑好东西，一抬头就看到了他们。顾瑶琴依旧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一袭粉色流仙裙，浑身散发着浓郁的灵香。她挽着白景慈的手臂，像是在展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，嘴角挂着得意的笑容。但白景慈的状态看起来并不好，她原本柔顺光亮的白发有些枯燥，失去了往日的水润光泽，漂亮的脸蛋上也少了几分神采，眼眶微微凹陷，像是许久没有睡好。最刺眼的是，她的脖子上还戴了一个细细的金属项圈，那项圈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，在灯光下泛着幽冷的光芒。那是名为禁魂锁的法宝，专门用来控制不听话的妖族。带上它，主人只需要一个念头，就能让妖族承受钻心蚀骨的痛苦。看到我，白景慈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有愤怒，有羞耻，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希冀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。顾瑶琴却笑着走过来，语气里满是嘲讽：哟，这不是苏婉宁吗？听说你换了个没人要的风蛇，怎么劣等灵根配风兽倒是挺合适的。他的声音很大，故意让周围的人都听到。人群中传来窃窃私语。白景慈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顾瑶琴指尖微动，猛地拽紧了那条刻满符文的禁魂锁。他闷哼一声，痛苦地低下了头，双手不受控制地抓住项圈，手指用力地发白。原本挺直的脊背，在那细细的锁链下显得格外卑微，膝盖微微弯曲，几乎要跪倒在地。景慈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是不是看到旧主人想跟他走啊？没有。他艰难地挤出几个字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这一幕，心里竟没有半点波澜。曾经我以为自己离不开他，如今看来不过是执念作祟。我还没说话，一直跟在我身后的莫忽然上前一步。他没有穿那些仙门弟子常穿的繁复长袍，只是一身简单的黑色劲装，却掩盖不住那一身凌厉的幽冥黑蟒气息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将我挡在身后，灰色的树瞳直直地盯着顾瑶琴，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死人。一股无形的压力瞬间向四周扩散，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顾瑶琴被这股恐怖的妖压震慑得面色凝重，下意识往白景慈身后躲。你想干什么？
这可是天宝房事，严禁私斗。他的声音有些发抖，显然被莫身上散发出的杀意吓到了。莫没理他，只是转头看向我。灰色的树瞳瞬间变得柔和，声音温柔的不像话。主人，我们要采买的灵药买好了吗？买好了，走吧。从始至终，我没有看白景慈一眼，他就像一个陌生人，一个与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的过客。识海中弹幕刷了起来，爽无视才是最大的羞辱。你们看，白景慈的表情，他都要碎了。顾瑶琴真的把他当畜生养啊，那个金魂锁看着都疼。白景慈活该。我们转身离开，默默地跟在我身后，像一尊沉默的守护神。走出去老远，我还能感觉到背后那道如影随形的带着悔恨的目光。那天晚上，天气忽然划过几道带有天威的雷击雨波，这是某位大能渡劫的征兆。虽然距离很远，但那隆隆的雷声依然清晰可闻。莫似乎极度厌恶这种雷鸣。每当雷声响起，他面色越发凝重，灰色的树瞳中闪过一丝难以抑制的恐惧。他蜷缩在角落里，身体微微发抖，双手紧紧抱着自己的膝盖，像是在极力忍耐着什么。蛇类本就畏惧天雷，而幽冥黑蟒更是如此。雷劫是他们的克星，是刻在血脉里的恐惧。我看着他这副模样，心里有些心疼。我走过去，在他身边坐下，轻轻握住他冰凉的手。别怕，有我在。他的身体猛地一颤，灰色的树瞳看向我，眼底的情绪翻涌。主人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莫看着我，眼眶微微泛红，他忽然轻身，将头埋在我的肩膀上，冰凉的呼吸喷洒在我的颈侧。主人，我会用一辈子报答你。窗外雷声隆隆，而在这个简陋的洞府里，却有着从未有过的温暖。每逢雷鸣，莫就会蜷缩在洞府的石榻脚上，蛇尾焦躁地在地砖上扫动，发出令人心烦意乱的沙沙声。那双平日里凌厉的灰色树瞳，此刻微微眯起，瞳孔收缩成一条细线，带着某种本能的惊惧。我能感觉到他周身缭绕的妖气都在颤抖，像是一张被拉紧到极限的弓，随时可能崩断。这是血脉深处的恐惧，是刻在幽冥黑蟒骨子里的对天道雷霆的敬畏。我拿了条蕴含温和灵力的毛毯盖在他身上，那是我特意去坊市买的，用雪蚕丝织就，里面加之了安神的灵草，触手温软细腻。莫，别怕，只是雷劫余波，伤不到这里。他突然伸出冰凉的手，抓住了我的衣角，手指紧得发白，像是要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那力道很大，甚至把我的衣襟扯得有些变形，但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。主人，别丢掉我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们说，杀性重的蛇妖容易弑主，会被送走；妖丹受损的也会被送走。驯兽师说，我不该对天阶灵根的大小姐露出杀意，那是死罪。今天差点冲撞了那个大小姐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不乖？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近乎卑微的小心翼翼，仿佛我下一刻就会转身离开，仿佛他真的是一件随时可以丢弃的物件。我心头一酸，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。这个在外界传闻中凶残无比、以一敌百的幽冥黑蟒，此刻却蜷缩在我面前，担心自己不够乖，担心被我抛弃。我突然想起玉灵司那些人看他的眼神，像是在看一把随时可能伤人的刀，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。他们给他打上奴印，把他关在笼子里，告诉他只要不听话就会被销毁。从来没有人问过他，他愿不愿意。不会，你那是为了保护我。你是世界上最忠诚的契约兽。他的身体明显僵住了，像是没想到我会这样说。然后他顺势把头埋进我的颈窝，贪婪地呼吸着我身上淡淡的灵草香气，冰凉的发丝蹭着我的皮肤，带着些许痒意。主人，我会一直护着你的尸骸，谁也不能欺负你，哪怕是那天阶灵根的大小姐也不行。我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落在我的肩头，但他很快就把脸埋得更深，不让我看到他的表情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很多事。他不是不会痛，只是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痛不痛。他不是天生冷血，只是从来没有人给过他温度。那一晚，我们靠在一起听着雨声，窗外的雷鸣渐渐远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淅淅沥沥的夜雨。雨点打在洞府外的石岩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像是一首安眠的曲子。我发现，原来蛇的体温本该是冷的，此刻却烫得让人心安。他的手臂环在我的腰间，力道不大，却十分固执，像是在守护什么稀世珍宝。我能感觉到他的心跳一下一下沉稳而有力，和我的心跳渐渐重叠。主人，这雷声让我想起以前的事。那时候我刚觉醒血脉，渡第一次小天劫，没有人在旁边，只有我一个人躲在山洞里，浑身都是血。他没有继续说下去，但我能想象那个画面：幼小的蛇妖独自面对漫天雷霆，在黑暗中蜷缩颤抖，等着死神的镰刀落下。我把手臂收紧了一些，像是要把他整个人都圈进怀里。以后不会了，以后有我在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把脸埋得更深了一些，呼吸渐渐变得平稳。那一夜，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有一条受伤的小蛇蜷缩在冰冷的石头缝隙里，浑身都是伤口。我把它捧在手心里，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它。他抬起头看我，灰色的树瞳里有了光亮。然后那条蛇渐渐长大，变成了一个黑发的男人，用那种近乎虔诚的目光注视着我。醒来的时候，窗外的雨已经停了，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身上盖着那条雪蚕丝毛毯，而莫就坐在床边的地上，靠着床沿，像是守了一整夜。见我醒来，他立刻站起身，灰色的树瞳里带着几分紧张。主人，你醒了吗？我是不是吵到你了？没有，你一夜没睡。他垂下眼睫，没有说话，但耳尖微微泛红。我突然很想笑，这个在外人眼中凶残无比的疯蛇，居然会因为怕吵醒我而守在床边一整夜。石海中的弹幕又开始滚动，救命，这也太甜了吧，蛇真的好乖啊。那些说蛇妖会弑主的人呢，脸疼不疼？我假装没看到，坐起身来伸了个懒腰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莫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，像是一潭死水里突然注入了光。他快步走到我身边，自然地伸出手想要扶我，又在半空中停住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把手缩了回去。
主人，我可以牵着您吗？万一有坏人。我看着他小心翼翼的样子，心里一软，主动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。他的手很大，几乎把我的整只手都包进了掌心里。指尖微凉，掌心却很热，带着薄薄的茧子，是常年握武器留下的痕迹。走吧。他看着我，灰色的书筒里像是盛满了星光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这个简陋的洞府好像真的变成了一个家，而莫也不再是那个被人关在笼子里的风蛇，他是我的家人。我看着眼前渐渐消失的弹幕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笑什么？他好奇地凑过来，灰色的书筒里带着几分懵懂，像是在疑惑是什么让我如此开心。我踮起脚尖，在他耳边轻声道：笑我捡到了这世间最好的宝贝。他的身体瞬间僵住，耳间肉眼可见的泛起了红，连带着脖颈处的皮肤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绯色。他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，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最后只是笨拙地低下头，将额头轻轻抵在我的肩窝处。主人，你老是这样，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生活步入正轨后，莫展现出了惊人的修行天赋。他本是上古血脉的幽冥黑蟒，天赋资质极高，只是从前被关在玉灵寺的暗牢里，日夜遭受折磨，又被禁魂所压制着本能，才显得疯癫残暴。如今有了充足的灵气和安定的环境，他的修为几乎是一日千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开始学习控制自己的力量。他不再是那个只知道杀戮和防御的凶手，他开始学习炼丹，甚至在天宝房市找了一份护卫教头的差事。第一次去应聘的那天，他紧张的整夜没睡，一遍遍地整理着自己的衣着，还反复问我是不是穿得够体面。主人，这个发带会不会太暗了？他拿着一条黑色的发带比划着，眉头紧锁。我忍俊不禁走过去帮他系好。很好看，你是去当教头，又不是去选美。他认真的摇头。不行，我是你的契约兽，代表的是你的脸面，我不能给你丢人。那天他从房市回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带着光。他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，他被录用了，而且工钱比一般的护卫高出3成。他说他要赚很多很多的灵石，给我买灵气最浓郁的洞府，买最好的法衣，买最珍贵的灵药。其实现在这样就很好。我窝在他怀里，看着水镜里投射出的幻戏，那是凡间的戏本，讲的是一对历经磨难的恋人终成眷属的故事。他捏着我的指尖，一下一下地亲着，动作轻柔的，像是在对待什么易碎的珍宝。不行，你是我的主人，得过最好的日子。那些曾经看不起你的人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你值得这世上最好的一切。我微微仰头，看到他侧脸的轮廓在幻戏的光芒中显得格外柔和。我发现蛇妖的占有欲真的强得惊人，只要我跟路边的灵宠多说一句话，他都能生半天闷气，非得要我亲亲抱抱才能好。有一次我在坊市买东西时，多夸了隔壁摊位的一只雪狐灵宠几句，说她的毛发真漂亮，结果莫整整一个下午都不理我，闷闷地坐在角落里，身后那条粗壮的蛇尾焦躁地拍打着地面。我走过去，蹲在他面前，无奈地问：你到底在生什么气？主人觉得那只雪狐比我好看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你看了它3眼，还夸了它的毛。我的鳞片不好看吗？为什么不多看看我？他转过头来，灰色的树筒里写满了委屈。我哭笑不得，伸手捧住他的脸，在他唇上落下一个吻。你的鳞片最好看了，我这就去看，看一整天，好不好？他的眼睛瞬间就亮了，像是被点亮的星辰，所有的阴霾一扫而空。他一把将我抱起来，转了好几个圈，惹得我忍不住笑出声来。但这种被需要、被强烈爱着的感觉，真的会上瘾。我开始明白，他不是无理取闹，他只是太害怕失去。在他漫长的生命里，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，他是被珍视的，是不可替代的。顾瑶琴后来因为残害契约大妖，被仙门执法堂废去了修为。这件事在坊市传得沸沸扬扬，听说他在家里私藏了很多违禁的禁魂锁和邪修法宝，事情闹得很大，有好几只契约兽被他折磨致死，灵魂被炼制成傀儡，手段残忍至极。他那所谓的天阶灵根也没能保住他，最后落了个身败名裂、逐出宗门的下场。听说他被逐出那天，头发全白，疯疯癫癫地念叨着什么。曾经那些巴结他的人一个都没有出现，而白景慈作为他契约的妖族，在那场审判中作为人证指证了他的罪行。他终于挣脱了禁魂锁的控制，却也失去了原本的骄傲和尊严。有人说看到他在某个雨夜跪在玉灵寺的门口，像是在寻找什么，又像是在等待什么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正在教默捏灵力饭团，他笨拙地控制着灵火，弄得鼻尖上全是灰尘。那张平日里冷峻的脸，此刻却带着几分傻气，认真地盯着手中的饭团，仿佛那是什么了不得的法宝。主人，那个坏女人被抓了，你开心吗？他抬起头看我，灰色的树筒里带着几分担忧，像是在怕我还在为过去的事情伤心。我笑着帮他擦掉灰尘，手指轻轻拂过他高挺的鼻梁。开心，因为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。但我不只是开心，我更庆幸我当初做了正确的选择。他重重点头，然后把一个捏得歪歪扭扭的饭团递给我。那这个给你吃，我注入灵力最足的一个。我看着那个奇形怪状的饭团，心里却甜得发腻。这大概是我吃过的最珍贵的东西。半年后，我怀上了灵胎，这在灵气师与大妖的结合中并不多见，尤其是像我这样的黄阶劣等灵根，医馆的医修给我把脉时，反复确认了3遍，才敢告诉我这个消息。莫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刻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他先是愣了，足足有1盏茶的时间，然后开始围着我转了10几圈，眼神里满是不可思议和狂喜。他伸出手想要碰我的肚子，却又在半空中停住，像是怕惊扰了里面的小生命。然后他突然跪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贴着我的肚子，感应着那还没成型的灵力波动。我有孩子了，主人，我们有孩子了。他的声音颤抖，眼里竟然闪着泪花。你要当父亲了。他抬起头看着我，眼泪就这样毫无预兆地滚落下来。这个曾经杀人如麻，让无数修士闻风丧胆的幽冥黑蟒，此刻就跪在我面前，哭得像个孩子。我以为像我这样的怪物，
这辈子都不会有。他的声音哽咽，说不下去了。我蹲下身，轻轻抱住他，感受到他身体微微发抖。他突然站起来，冲到洞府外的悬崖边，对着漫天星辰发出一声震动山林的嘶鸣。那声音里带着无尽的喜悦和豪迈，惊得周围的灵鸟纷纷飞起。那是他表达极致喜悦的方式。那一夜，他整宿没睡，守在我石榻边，生怕我有一丝灵力紊乱。他每隔半个时辰就要确认一下我的情况，要么摸摸我的额头，要么数数我的脉搏，紧张的像是第一次上战场的兵卒。石海中弹幕刷了起来，天呐，蛇宝宝肯定超级可爱，会有漂亮的小鳞片吗？苏婉宁加油，一定要幸福下去啊！这大概就是救赎的意义吧。你救了他，他也完整了你。我看着石海中滚动的弹幕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孩子出生那天是个大晴天，天边升起了罕见的祥云，金色的阳光洒进洞府，像是上天的祝福。是个男孩子，眼角长了几片细小的墨色的蛇鳞，瞳孔是漂亮的灰色树瞳。他继承了墨的血脉，也继承了我的人形，粉粉嫩嫩的，安静的睡在襁褓里。墨抱着孩子，手抖得像筛糠一样。他好软。他小心翼翼地拖着孩子，动作僵硬的像是抱着一件易碎的瓷器，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伤到这个小生命。那双曾沾满无数修士鲜血，让整个修真界闻风丧胆的手，此刻却抖得像是风中的落叶。他小心翼翼地调整着姿势，生怕自己坚硬的鳞片或者是粗粝的指腹划伤了那团软糯的小生命。孩子小小的手掌无意识地抓住了他的手指，那微不足道的力气却像是瞬间击穿了他所有的防御，让这个高大的男人眼眶通红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。他看着孩子，又看向我，眼里全是深情和感激。谢谢你，苏婉宁，谢谢你当初在玉灵司带走了没人要的我。这句话他不是第一次说，却从未像此刻这般沉重而郑重。那是从绝望深渊中爬出的人对给予他光明的神明最虔诚的告白。他低头吻了吻我的指尖，滚烫的泪水落在我的皮肤上，烫得我心间发颤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郑重，像是在说一句誓言。我这辈子都不会让你后悔。我反手紧紧拉住他的手，十指相扣，感受着掌心彼此传递的温度。不是我要谢谢你，是你让我知道，原来我也值得被这样炽热的爱着。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天阶灵根，也不是因为我是什么绝世天才，仅仅是因为我是我。窗外清风拂过，卷起几片落花，在空中打着旋儿落下。阳光透过洞府的缝隙洒进来，将一世的温馨镀上了一层金边。那些曾经的痛苦和委屈，那些被嘲讽为废柴的日日夜夜，那些因白景辞背叛而流下的泪水，都随着这个名字彻底消失在了岁月的尘埃里。那些过往不再是刺痛我的荆棘，而是铺就如今幸福的基石。我看着身边的丈夫和孩子，这一刻内心的空缺被彻底填满。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最圆满的结局。哪怕我是黄阶废柴，哪怕他是被人惧怕的风蛇，在这偌大的修真界，在那些高高在上的大能眼中，我们或许微不足道，或许依旧是那个不被看好的组合，但在这个小小的洞府里，在彼此的心中，只要心是在一起的，我们就是彼此的高等生命，是对方生命中唯一的救赎与信仰。那个曾经在黑暗中独自颤抖的蛇妖，终于找到了他的光，而那个被所有人放弃的废柴灵气师，也终于找到了他的家。这便是这世间最好的结局。